OK，好，大家好，好，那我们今天现在是9点钟，对不对？好，那现在就开始了就是我们的 Dustin 的 CR 公开课，OK，好，那麻烦大家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有听到这个声音的话，可以请帮我在你的聊天室那边打一吗？好不好？好，打12345的那个数字的一，好，让我知道你确实听到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接下来的播放，OK。OK，大家有听到吗？好，如果有听到的话，可以在聊天室的那个地方打12345的一。好，那这样就是我们来确认一下，就是呃这个播放。OK，好，谢谢大家。好，我看到超多一出现。OK，好，Anyway，我们现在开始。好，那我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就是我是 Dustin。好，那我从2012年2月的时候呢，我在就是那时候准备 GMAT，然后呢，我一站自修大概2.5个月，然后最后考到的是数学51分，41分，总共是760分的成绩。好，那在之后我就一直在 GMAT 这边开发一些跟关于 GMAT 的课程，以及关于就是我自己自修一些心得的分享。OK，好，那就是这个之中也发现有很多就是同学是自修但是没有方向，或者是自修没有资源。好，那所以我后来有自己开一个部落格，好，那跟大家去分享一些我自修的资讯。OK，好，那这个地方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其实是我们接下来会慢慢的带不同的考点。然后你要知道是 GMAT 就是呃在面对 GMAT 这个考试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不能说用读故事的方式去理解。如果你用读故事的方式去理解的话，其实很多时候你会 lost 掉，好，因为你就是很多时候你就知道英文能力不是那么好。OK，那如果你今天又要强迫自己读完全部的故事的话，其实很容易怎么样呢？好，花太多力气然后 lost 在里面。你应该要做的事情是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去知道说，在故事的背后，这些题目都有共同的 share 什么样的考点，什么样的概念。好，那这些概念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没关系，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带。像比如说今天我们要讲就是这个概念什么动态平衡。OK，那动态平衡4个字听起来像是物理的概念，对不对？OK，好，其实老实说，动态平衡就是什么东西？就是 money money money。OK，好，这是一首歌的歌词，但是它也是什么 CR 里面的重要考点。好，在你做 CR 的时候，你任何时候只要看到钱，OK，什么样的钱呢？你只要想到钱，你就要想到什么呀？钱不是有一个东西单一决定的，OK。好，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今天你说你想要到什么样呢？你想要到美国工作，好，你说因为美国怎么样呢？美国的薪水比较高，好，所以你觉得你可以过得比较好。但请问你今天过得比较好，真的是怎么样呢？真的薪水高过得就一定比较好吗？有没有可能虽然你薪水高，但是怎么样呢？租房子也贵啦，物价也贵啦，什么都贵啦。但听懂我意思吗？好，再来，比如说今天你说你想要到怎么样中国去工作，好，中国大陆，你说你今天那边的工作机会很多，好，所以呢，你觉得你一定找到工作，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那边搞不好找工作的人跟你抢的人也很多，对吧？好，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在这个商场上怎么样的 GMAT 今天要让你进入 NBA，它是成为进入 NBA 的一个门槛。他看的是一件事情，他看什么？他看的是今天你到底你未来被训练出来是一个做决策的人，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主管。好，你今天在看到一个案件，你是要按照你 case，你是要自己下决定的，OK？那你今天下决定的时候，你有没有想清楚？OK？好，你是不是看事情都看得太短视近利？你是不是只看一个点？你是不是觉得说好像有今天怎么样呢？有一笔收入你就去做这件事，其实搞不好后面隐藏背后是更大的支出。OK？好，所以各位来我们看哦，像你今天看到这个地方，这就是什么？我们常见的一些商业的概念。OK，好，这东西 GMAT 是预设你一定要知道的。比如说什么？比如说你一定要记住这个利润啊。OK 哦，好，通常英文里面叫 profit。OK 哦，好，这个利润它等于什么？revenue 减掉怎么样？减掉 cost 或者所谓的 expense。OK，而题目就会怎么考？题目可能会这样写，他会说今天有一个计划怎么样呢？做下去之后收入会增加，所以呢，今天公司决定要做了，因为这样就觉得一定会赚钱。可是这个题目等一下他如果要削弱的话怎么样呢？他就会说什么？就会有什么样的答案？就会说今天题目里面讲是收入增加，所以利润会增加。可是搞不好这个计划怎么样呢？同时也让支出增加了，所以这样一来一往下来，利润不一定会增加。或者是说什么？或者是说今天虽然你表面上看到收入增加了，可是怎么样呢？另外一个部分的收入减少了。好，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这个计划做下去，虽然 A 部门的收入增加，可是 B 部门的营收却减少了，这样一来一往，利润不会增加。OK 哦，那你也可以看题目，也可以换个角度出，怎么出？他就会说，OK，今天如果我们说今天我们公司怎么样呢？做了一件计划，但是怎么样？这个支出会变高，会让我们省失钱，怎么样呢？所以呢，这个计划不应该做。可是有没有可能，其实表面上看起来是支出的一部分，其实上未来可以赚取更多收入，这样总体算起来还是有利润的。或者虽然支出的这一部分，可是却可以省下另外一笔钱，这样算一算怎么样呢？其实怎么样，可能好不好还会省更多。OK 哦，好。所以呢，今天你看刚刚这样讲的很清楚嘛，对不对？像我们刚刚说的，你今天到底要不要去别的地方工作？你除了要想什么？你除了要想说，好那边可能收入比较高之外，你还要想说那边的物价怎么样？叫什么？就两边都要考虑概念。所有关于钱的东西都不是一个 variable 可以决定的。好，所以你看，我们就连带的看到下面哦，你们看到，好，其实再往下分，凡是所有关于跟钱有关的东西，都会去讨论到动态平衡，因为钱的东西绝对不是由一个 variable 决定的。好。所以还 GMAT 还会继续往下考考什么？如果今天讲到 revenue 的话，那就跟支出没有关系了，那就是什么？公司的营收大部分来自于怎么样呢？他们所提供的东西好的量乘上单位的价格。OK 哦，好，那这个地方怎么样呢？可能题目就会出什么？卖的比较多，真的比较好吗？好，真的营收会比较多吗？不一定，有可能怎么样呢？价格其实比较便宜，比如说你今天销价竞争卖的比较多，好，但是最后怎么样，收入乘起来不一定会比较好。它反过来也可以考你说，今天降价真的可以好吸引到更多顾客，真的可以增加收入吗？不一定，因为你降价之后怎么样呢？你的量回来能不能乘上去，能不能 cover 回去原本的收入也不知道。OK 哦，好，接下来支出的部分一样的概念。OK，好，再往下看，那今天怎么样？这个不好意思，这个价格是由供需决定的。OK 哦，好，来，所以今天怎么样呢？你以为说什么？你以为说你今天这个价格，你今天说好，比如说举个例子好，过去今天有考到一题，好，说什么？说今天怎么样呢？有一个东西很稀有，接下来好，最近突然发现怎么样？突然打捞出了2000件一样古物，好，那个东西原本很稀有，卖100万，所以今天这2000件加起来会怎么样呢？会卖多少？会卖就是2亿左右这样子。OK 哦，好，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呢？那我问你一件事情啊，真的可以卖那么多钱吗？真的是这样单纯的相乘吗？不一定，为什么？因为你今天很稀有，才有那个高价嘛，已经一下子涌到市场上，供给增加了，你的什么？你的需求跟不上，所以价格会不会掉下来呢？也可能会。再来，好，但卖出去的量，OK 哦，好，这东西也会跟什么？也会跟价格相关，OK 哦，所以你要记住什么？所有的跟钱有关、跟商场上有关的概念，都不是由一个人一个 variable 所决定的。题目只会跟你讲其中一边，你就要去预测说，等一下正确答案一定是怎么样的，往其他地方找，OK，要往另外一边找。题目跟你讲收入增加，你就要想说有没有可能支出也增加，有没有可能另外一部分收入减少，这样听懂意思吗？OK 哦，好，它其实到最后都是一个单纯的逻辑。那我们来看例题哦，OK 哦，好，来，那看例题的时候，我们就要请大家自己来做哦，OK，好，首先第一个，大家们看这一题，来，请大家花大概1分钟的时间把这个题目的题干看完，好不好？好，那看完的时候，请帮我在旁边打一个1，OK？好，看完的时候，请帮我在旁边打一个1哦，好不好？OK，好，来，大家把题干看完之后，我们来看这一题，你要怎么去发现？好，来，unlike a wholesale price of a road rule，好，看到这个 price 的时候，其实你在考试的时候，你心里面就要有预感，怎么样呢？跟这个 price 有关的就是什么 money，对不对？OK，好，来，the wholesale price of road cotton has fallen considerably in the last year。
OK， 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想呢？我们除了要想说，好，今天这个题目很有可能等一下怎么样呢？如果考我价格的话，那我们就要想说价格会有什么东西来决定。OK 哦，好，来，价格本身是什么？是由今天的成本来决定嘛，对不对 ？OK， 好，你成本多少，决定你卖多少价钱这样子。还有就是你打算卖多少利润 ？OK， 好，它才可以怎么考？它才可以考说今天有没有可能成本上涨，所以价格会涨？它也可以怎么考？他说虽然就是今天虽然价格好，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成本增加，或者成本不变的情况下，价格下降之类的。OK， 那中间的利润就会上升或减少。OK 哦，所以你看价格本身是由什么？是由那个利润加上成本共同决定的。OK 哦，好，来，所以再来我们来看哦。Price of raw cotton has fallen considerably in the last year。在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它今天怎么样呢？它的时间点确定一下它是 last year，所以它等一下可能怎么样？选项里面会有时间段好的无关，比如说今天如果我们要讨论过去为什么会发生什么事件的话，去年会发生什么事件的话，我们就不应该用明年或者未来的事情来导回去年，因为未来的事情不能解释过去。好，所以你在看文章的时候。永远要记住什么事情？永远要记住每一个怎么样呢？限定的，好，每一个描述状况的，尤其像人事、实地、物这些东西，你都要特别注意。等一下会不会会不会什么样呢？会是无关选项的 out of scope。OK 哦，好像这边就很可能是什么故事的就是时间的 out of scope。OK 哦，好，现在我们看到了还有什么？他先告诉你说 price 有变动，好，怎么样呢 ？price 下降。OK 哦，而且是什么样的 price？Raw cotton price. Okay. Thus, although the retail price of the cotton clothing at retail clothing stores has not yet fallen, it will inevitably fall. OK， 它说什么？尽管现在怎么样呢？衣服的价格没有下降，但是它应该很快就会下降了。好，所以这里的推理怎么样？你发现说结论里面又出现了 money， 而且它就是在讨论什么？全篇文章在讨论钱，这就完全适用我们动态平衡的状况，对不对？好。那这时候你就要想哦，这两个 money 的关系是什么？这个东西叫做 raw cotton， 这是什么？成本嘛，对不对？是什么？原料嘛 ，OK？ 那这个东西叫什么？这个东西叫做 price of cotton clothing，OK？ 它是什么？它是最后的卖出去的东西的价格嘛，对吧？所以今天他写的推理是什么？他说，因为原料价格降了，所以今天什么？所以今天你的成品的价格也会降。其实这东西怎么样呢？你就要想说，诶，动态平衡里面我们讲求什么概念？一个东西不是一个价格，一个钱不是由一个变因决定的。那你去想还有什么其他的变因？比如说什么？有没有可能其他的原料也会有问题啊？好，这个原料下降，但是有没有可能其他原料成本上升？有没有可能除了怎么样呢？除了这个原料之外，好，还有其他的譬如说工资上涨，好，工人的工资上涨，或者是处理的什么成本上涨，那也会怎么样呢？那也会去影响成本。OK 哦，好。来，所以你看这个里的答案就是什么？来，我们看 Weekend 题的答案哦。The cost of processing raw cotton for clothes has increased during the last year。来，你去帮我怎么样的注意一下，这里有没有看到它有什么？谈到另外一部分的成本上升了，对吧 ？OK 哦，好，那其实这个选项还可以换成别的选项，比如说什么？它可以说怎么样呢？它不用写什么，它不用写 processing raw cotton，它也可以写什么？人力工资上涨，那它也可以写什么？扣子的价格上涨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那它还可以写什么？机器的价格上涨，比如说要换新机器，就换起来比较贵的机器这样子。OK 哦，反正只要是任何跟什么这个成品有关的成本，只要上涨了，怎么样呢？那就是另外一部分的额外成本，那价格就不一定会下降了。那这边来，请问大家一件事情，我们可不可以讨论利润？好，我们可不可以讨论利润？也可以讨论利润，比如说什么，老板还是想要赚多一点，所以怎么样呢 ？OK 哦，还是想赚更多，所以譬如说老板原本只想赚10%，但今天他想赚50%。OK 哦，所以就算怎么样呢？就算今天原料价格下降了，但是怎么样呢？它还是维持定价。OK 哦，这东西就很像什么？我们举个生活上的例子，台湾有许多惯老板，好，比如说怎么样呢？我们知道有一间公司叫中油。国外的油价跌了50%，跌了40%，但国内的油价怎么样呢？好，大涨2块，小跌2毛，对吧 ？OK 好，那这时候你去问中油说啊，奇怪啊，为什么国外跌了50%？啊，为什么台湾怎么样呢？只降了2角？
他就跟你讲说，因为便宜的油还在海上。那其实你也知道怎么样呢？其实很多时候，像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好了。很多时候，油变贵的时候，好，很多店家都说，哎呀，撑不下去了，反映原物料价格上涨，我们只好忍痛涨5块，涨10块。可是怎么样呢？哎，跌价的时候，为什么没看他把钱往后跌啊？为什么台湾的茶叶蛋原本从小时候的5块到现在10块、12块？哎呀，奇怪，奇怪，为什么现在原物料下跌，油价下跌啊？这个茶叶蛋怎么还没有回来啊？原因是什么？回不去了，老板想要赚更多，所以这一题也可以出说什么？因为老板想要赚更多，所以怎么样呢？价格就不会调降。OK 哦，那我们我想另外一个层面哦，如果这个题目对不对？如果今天这个题目我们换成是好，换成是 support 题目的话，OK 哦，好，那可以怎么想？好，那很简单啊，倒回来想就好了。如果是 support 题目，答案表现什么？说其他的成本不会变动，好，或者 assumption 题目就是什么？你要保证其他部分的成本不会变动就好了。那如果是 evaluation 的题目，那会变成什么？就是说我们要去看其他部分的成本会不会变动。好，所以呢，所有的题目，好，就是 weaken、support、assumption 跟什么 evaluation 这4种题型同一种的可以互换的，我都会习惯先从 weaken 来想，因为我说过了嘛，人要去抓别人的漏洞，靠北别人是最容易的。那如果今天是 support 题或者 assumption 题，我们再把漏洞补回来不就好了吗 ？OK 哦，好，来我们再看下一题。来，这一题呢，请各位先花一点时间读题干。那读完之后，请你帮我在旁边打2，好不好？打1、2、3、4的2。好。OK，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哦，好，我们先来看选项部分。来，我们来试试，我们来看看能不能，哎呀，糟糕啦，好，这个地方我看一下能不能让它两边都显示。哎呦，糟糕了，怎么样呢？这个地方好像刚好切错页了，这样子来，没关系，我们就先来看选项好了。我们现在用单页的方式来看选项。OK 好，来这个地方好。我们刚刚的题目对不对？我们刚刚题目他说了什么？他说 For similar car and comparable drivers, automobile insurance for collision damage has always cost more in Greyport than in Fairmont。来，你们看到第一句话里面就已经讲什么 cost more，所以你就知道什么哇，这个题目跟钱有关系的。等一下怎么样呢？你要小心这个钱最后推出来要小心有好几个 variable。OK 哦，他先跟你讲说什么？先跟你讲说保险费。G 这个地方比 F 这个地方贵，而且你看到这个题目一开始点出了2个地方的比较，所以等一下就有可能什么人事实地物的地就出来了，有没有？等一下不能是什么无关比较，不能是把别的城市跟他们来做比较。OK 好，来，再来，好，来，先知道保险费比较贵。OK，好，再来。Police studies, however, show that cars owned by Greyport residents are on average slightly less likely to be involved in a collision than cars in Fairmont. OK，他说怎么样呢？明明 G 比 F 贵，但是怎么样呢？显示的却是 G 这个地方比较不太会撞车这样子。OK，好，这是撞车的保险哦。好，来最后一句话说什么 ？Clearly, therefore, insurance companies are making a greater profit on collision damage insurance in Grateful and Fairmont。大家看最后一句话，结论说什么？他说保险公司怎么样呢？一定怎么样，在 G 这个地方赚比较多。好，那你就要想看到最后一个 profit 有没有，就是触动你什么 money，你就知道我们一定要来研究一下这个 profit 里面到底有哪些 variable，然后再回去对说好哪些 variable 前面有提到，还有哪些没有提到，就从那边下手。OK 好，来你看哪些 variable 有提到 profit 有什么构成的？保险公司的 profit 注意是什么？保险公司收进来的钱减掉什么？
保险公司付出的支出 ，OK 哦。那你看第一句话我们讲说收进来的钱怎么样呢？其实收进来的钱是比较多，因为怎么样，保险费缴的比较多嘛，对不对 ？OK 好，好，那再来，那支出呢？我们就会想说，那支出在哪里，对吧？OK，我们说了嘛，动态平衡就是要看 profit 到底会不会增加，就是要看收入跟支出相减。OK，所以收入有多是没错，那支出嘞？OK，下一句话，好。Studies, however, show that cars owned by Grateful ex-residents are on average slightly less likely to be involved in the collision. 来，请问你，你看到你当你心里面有预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快就看得出来断点，对不对？像我们刚刚就是先因为看到 profit，我们就先知道 GMAT 会考的是说 profit 等于收入跟支出的概念，所以你就会回去锁定收入跟锁定支出。那你收入找到，就是保险公司收进来的钱找到了，可是当你要找支出，会有发现一件事情，你是找到什么？只找到剩下资讯叫做比较少，怎么样呢？比较少发生车祸，比较少发生车祸真的跟支出有关系吗？这时候你就开始为你自己想了。这时候 GMAT 就是要考你说，你到底懂不懂逻辑上的怎么样呢？概念不一样的断桥。难道所有的车祸都是一样的价格，都是一样的支出吗？不一定，对不对？有严重的，有什么？有不严重的。OK， 当你意识到这个断桥的时候，其实答案已经在你心里面呼之欲出了。这个时候，我们接下来做什么？接下来去看选项的时候，你只要一看到你预测的答案，你就马上就可以确定是正确答案了。这就是我们说逻辑其实不难，逻辑其实可以在2分钟甚至在1分半之内就做完，只是要看你熟不熟悉考点。所以我们来看哦，来，我们来看答案。来，第一个 ，the level of traffic congestion in Great Port with the level of traffic congestion in Fairmont。我们刚刚说我们看完之后，我们只找到收入嘛，我们没有找到支出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现在要去找哪一个可以证明跟支出最相近的。那你觉得 traffic congestion 跟支出有关系，跟什么修车的支出，保险公司需要付的支出有关系吗？只要问你自己一件事情就好了。保险公司需要为这个塞车去多付钱吗？不需要吧，对不对？所以 A 选项就马上就知道它是无关了。OK 哦 ，B 选项好，来 the cost of repairing collision damage 有没有看到？哇，我们刚刚有 anticipation 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有去预测答案的时候，现在我们马上看到什么样？我们心里面预测的选项，我们马上知道这就是我们想要的选项，有没有？虽然刚刚讲的是 G 这个地方保险公司收的钱比较多，但是车祸比较少，可是怎么样呢？在 G 这个地方每次车祸好怎么样？它的成本搞不好会比较多，所以这里我们这个题目叫什么？叫做 evaluate， 好 ，in evaluating argument， 我们要找这个什么？到底这个修理支出有没有比较高 ？OK 哦，有没有比较高 ？OK， 好，来，所以这个选项我们一看就觉得一见钟情，一见如故 ，OK 哦，因为它就刚好补足什么呀？我们就是要搞清楚那个支出到底多还少这样子 ，OK， 好，来再来，我们来看第3个 ，OK，the rates of grateful residents pay for other forms of insurance with the rates paid for similar insurance of residents by Fairmont. OK， 来，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跟什么，是跟保险是有关系的，可是请注意哦，这个保险是什么保险？其他形式的保险。OK 哦，好，所以它是主题的无关咯。我们今天讨论只有一个保险，你们看到结论里面的怎么样的限定修饰很重要 ，on collision damage insurance。好，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你做这个题目的时候，是有点像写错的话，你就要在你自己的检讨上记上一笔怎么样的。我们以后特别小心什么结论里面的限定修饰语，因为它就是什么决定有关无关的主题之一。OK 哦，好，所以这个 C 选项是因为 other forms 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好，主选项 the condition of the Great Port's roads and streets with the condition of Fairmont's roads and streets。好，来我问你哦，看似好像你可以想得出来，好像是今天路况的好坏嘛，对不对？好，可能会影响，可是问题是你在问你自己，路况的好坏真的会怎么样呢？跟撞车有这么密切的关联吗 ？OK 哦，好，跟成本有密切的关联吗？难道今天路况坏一定要让车修比较多钱吗？不一定嘛，对不对？这个关联没有比像 B 选项直接点出来，你就是花的钱还深刻。路况好坏不一定等于保险公司要花钱，大家听懂我意思吗 ？OK 哦，好，最后一选项 ，the cost of collision damage insurance in Great Port and Fairmont with that in other cities。有没有看到这里就是什么无关比较了 ？in Great Port 跟什么？跟 in Fairmont 跟什么？跟 other cities 相比，那这边我们一开始看文章就看到怎么样呢？我们其实一直到结尾都是谁在比较？都是这2个城市在相比，没有要把它绑起来跟外面相比，这叫什么？无关比较 ，OK 哦，好，
所以你看这题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就是逻辑虽然你看这个题目的故事算长，对不对？好，然后呢每一个选项都算长，可是其实你只要心里盯紧一件事情，看到相应的逻辑概念，然后怎么样呢？去预测答案，尝试去预测正确答案。好，然后呢，在看选项的时候，你就会立刻去分析那个相关性。那这个相关性怎么样呢？跟你原本预测你缺的那一块资讯相不相关？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缺的是成本的资讯，那你就会去想，塞车跟成本跟什么修车成本必然有关系吗？不一定有关系，那之后是什么？就是无关了。好，以及看到什么故事里面的人事、实地、物意、限定、修饰。所以你做一个逻辑题，其实你不是看到一句话才去想，你是什么？看到一句话之前，看到选项之前，你就先从什么文章里面读到比别人更多的资讯。你读的是别人读的是故事，你读的是什么？你读的是背后的点。OK 哦，好，来，我们再看第3题。来，请大家花1分钟的时间读完这个题干，然后呢，读完之后，请帮我在旁边的那个 chat room 打3，好不好 ？OK 哦，好，1、2、3的3。OK， 好，来，我们来看哦。好，哎，这一个题目呢，我们先看好 Jefferson River farmers are currently deciding between planting winter wheat this fall or spring wheat next spring. Winter wheat and spring wheat are usually about equally profitable. 有没有看到哇？只要看到这个题目怎么样出现 profitable，我们就知道启动什么动态平衡的机制。OK 好，等一下一定要想这个 profit 从哪里来。从哪几个 variable 来？题目提到哪几个？没想到哪几个？Because of new government restrictions on the use of Jefferson River water for irrigation, per acre yields for winter wheat, though not for spring wheat, will be much lower than average. 来，还有什么 ？Per acre yields，OK， 什么意思？产量，OK 哦，来，产量比较少。那我问你哦，产量影响到就是什么？产量影响到就是你卖出去的东西有多少嘛，对不对？OK 哦，你如果卖出去的少，有可能怎么样呢？有可能你拿进来赚的钱就少，这样子，那真的是这么的必然吗？其实也不一定。那你就要去想到什么？今天产量变少，那我们刚刚说什么？今天你的利润是由收入跟支出决定的，而今天你的什么？今天你的产量，你的卖出去的量，其实叫做单位量，其实还卡了一个关键是什么？卡2个东西啦。单位量好，就是产量变少，OK 哦，或者产量多少，其实还要怎么样呢？先过价格这一关，才能决定你收入了多少，OK 哦，好，然后再来，就算你收入多好了，好，你的收入是不是还要过哪一关？还要过支出这一关，最后才是变成利润。所以换句话说，你现在怎么样呢？只要是能证明，就是你要去找有没有可能价格会变动，有没有可能怎么样呢？会有额外的支出，能听懂我意思吗？OK 哦，好，来，所以我们回到这一题，好，你看，像这个地方怎么样呢？你发现说他说冬麦的产量比较少，那你所以怎么样呢？最后说therefore planting spring wheat will be more profitable than planting winter wheat since。所以你就知道这个 since 呢一定要补的是我们刚刚说我们想到了什么缺乏资讯。那这时候我们就有2个方向，对不对？第一个有没有可能种怎么样呢？他今天最后一句话说种春麦比较赚，好比冬麦赚。那有没有可能怎么样？种春麦的虽然今天它的产量比较多，好，可能卖的比较多，可是有没有可能怎么样呢？春麦价格比较便宜，好，或者是冬麦价格比较贵，OK 哦，好，来再来，今天另外一个方向是什么？我们考虑完价格，我们考虑的是成本，对不对？好，有没有可能怎么样呢？种春麦的成本跟种冬麦的成本是不一样的，所以等一下，我们现在马上看完题目之后，我们马上抓到概念，我们就可以知道说，等一下我们要找2个东西，要么是价格，要么是成本，OK 哦，好。来，我们来看哦 ，A 选项 ，The smaller than average size of the winter wheat harvest this year would not be compensated for the
for by higher winter wheat prices。你们看到这个价格出现对不对？哇，高频，这就是我们在刚刚要预测的这个什么，要预测这个概念了。OK 哦，好，那我们来回来看哦，它就是什么？说今天种春麦会比较赚，因为怎么样呢？前面讲的是冬麦产量比较少嘛，对不对？而且你要确定怎么样？你还确定的说就是产量比较少，怎么样呢？好，产量比较少，好，但是虽然价格会比较高，可是却怎么样呢？却无法好赚回来补回来，not be compensated for。OK 哈，好，意思就是虽然今天市场上物以稀为贵啦，产量少，价格高，但是价格乘起来是没办法 compensate。OK 哈，是不是就是没办法赚回足够的钱，所以冬麦反而怎么样不好？那这个题目里面提到什么？我们刚刚整个的概念叫做 prices。OK 哦，好，来再来 B 选项还有什么？New crops of spring wheat must be planted earlier than the time at which standing crops of winter wheat are ready to be harvested。来，请问你有提到成本吗？有提到价格吗？好像没有提到，对不对 ？OK 哦，好，C 选项来，Spring wheat farmers in the Delta River region plan is well adapted to the soil of the region。哎，很多同学看会觉得说，这好应该是有关啊，因为怎么样的好，感觉上适应的比较好，那就不用花额外成本去种什么肥料啊之类的，对不对？好，但是你要注意哦，也许你这样想是有道理的，但请问你，他这边只讲了什么？只有讲 spring wheat。OK 哦，只有讲春麦好很适应土地，但他没有讲冬麦不适合啊，对不对 ？OK 哦，所以搞不好冬麦一样适合，但如果一样适合的话，那就不会是怎么样判断点了，对吧 ？OK， 我们就是要找不一样的地方。好，然后再来怎么样呢？Spring wheat has uses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winter wheat。请问你这个不同的作用、不同的功用，它跟我们的获利有关系吗？OK 哦，不一定有关系，对不对？好，作用的不同不等于获利的多少，对吧？我们现在要找的是钱嘛，对吧 ？OK，所以我们心里面只要有一个你想找的概念的时候，怎么样？你的答案就很容易判断有关无关。好，然后最后一选项 ，Planting spring wheat is more profitable than planting certain other crops such as rye。我们看到怎么样呢？它是这无关比较了，因为我们刚刚题目在干嘛？在比的是两种麦子，你今天干嘛比的是裸麦，干嘛比的是第三种麦子嘞？OK 哦，你会发现这两个题目其实它连无关选项的出法都很像，对不对？所以就知道你今天做剧研媒体检讨的时候，你要去整理无关选项的出法，不能只写 irrelevant，不能只写无关，你要写是什么样的无关？无关比较呢？主题无关呢？时间点的无关呢？还是什么样的无关？你如果整理之后，你就会马上看穿他们的一举一动，你也知道题目里面要找什么样的概念。OK 哦，好，来。所以这三个题目让我们看到是真题里面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常考的。其实老实说啊，每个月的题库里面这个概念，经过我们同学回报也很常出现。OK 哦，每个月几乎都会出现5到6题。我们就来搜罗最近3个月出现的什么这个题，就是考试的时候考场题库的真题好了。好，大家的回报来看一下。OK 哦，好，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这两个，这个是考场的时候回报哦 ，OK 哦，好，就是现在还有在考试的，就是他们可能遇到题目，还是他们以自己的回忆出来这样子。好，你会发现这两个题目都有个特色，它故事写的不一样，但他们都同时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有利可图或者是一定的收益。OK 哦，好，然后这两个题目怎么样呢？都有一个特色怎么样？他都说这项技术成本昂贵，但是公司相信怎么样呢？价值高于成本。OK 哦，好，所以有利可图，然后再来。这边写的是说什么？这边写的是卫星电话，虽然因为收费更高，使用率下降，但是因为怎么样呢？这个钱是这个他们的支出，航空公司要付给电信公司的支出是只有用才要付钱，没有用不用付钱。OK， 然后好，所以怎么样呢？用的时候它就可以 charge 使用的一个价钱，所以不会有固定的成本。OK， 所以怎么样？他会觉得说，反正有用就是有赚啊，没有用顶多我没有赚这样子。好，所以你看这两个题目相似性在哪里？有利可图。带来一定的收益 ，OK？ 那你今天要去怎么样削弱它？你就要证明什么？你今天收入会降低，或你的东西价值没有那么高 ，OK 哦，会变低，或者是什么？你有额外成本没有考虑到 ，OK 哦，好，就是更少的收入或更多的成本没有考虑到，所以你看答案，削弱答案就是什么？政府会来刻意比重，所以这叫什么？额外的成本 ，OK 哦，好，来，再来我们来看，你看就是下面这个题目，好。有没有？他原本觉得说他只考虑到什么？只考虑到这个要付给电信公司的成本 ，OK 哦，所以一样，如果今天怎么样呢？会削弱的情况就是什么？有其他的成本没有考虑到 ，OK 哦，好，但是今天你看这个题目叫什么？叫假设题。那如果是假设题的话，那就是怎么样？那就是你要告诉大家说，你考虑到削弱点不会发生 ，OK 哦，
不会发生，所以就是什么？你看，电话重量没有重到10的飞机飞行更耗燃料。好，也就是说，原本销路的答案是飞机飞行会需要再额外重量会更耗燃料，就是额外成本就是削弱了。但假设就是把削弱补起来就是假设题，那评估就是怎么样，把它换成是否的句子就可以变评估题了。OK 哦，你看，所以今天这个概念很好换，对吧？好，它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故事，像前面什么种田的也有啦，有没有？好，然后怎么样呢？车祸的也有啦。OK 好，然后像这个什么羊毛的成本也有，但实际上这些东西不同的故事、不同的写法背后都 underline 一个相同的概念，叫什么？叫做 money，这样听懂我意思吗？OK 哦，好，来再来这两个解释题，你有没有看到？还有什么？他说，尽管表面上看起来用节能设备就是省电费啊，为什么企业还是不用呢？OK 哦，好像你看第二题怎么样呢？表面上看来怎么样？助手的薪水很低，好，然后但是为了成本考量，这三个顾问坚持不请助手。OK 好，你有看到他题目其实概念也是一样，就是明明看起来明明就没有花那么多钱，那为什么你不做嘞？哦，明明看起来就对你来说经济上好，为什么你不做？OK，那你就要证明一件事情，怎么样？你有没有额外的 variable 没有看到？所以你看这地方表面上看起来省钱，但其实上你要耗费额外的成本，这也是动态平衡。表面上看起来怎么样呢？薪水很低，但其实上你要负担其他的伙食、医疗费或劳健保之类的。OK，所以其实算起来没有像学生想的那么低，这样子。OK 哦，所以这两个题目有没有看到？它虽然故事不一样，写法又很相似了，那它一样什么？它一样是讲到了钱。OK 哦，好，那所以现在来怎么样呢？来，最后没有，这两题是这两题是什么？这个有英文的那个回报记忆啦。OK 哦，像你看这个两题都有英文的原文，你看哦。According to research, SUVs larger and bigger than regular sized car and cause more severe collision and need more money to pay the claims. So the car insurance company should consider paid insurance for regular sized cars should have subsidizing for this situation. OK 哦，好，来，保险公司怎么样呢？保险公司要付更多的钱赔，所以呢，保险公司是不是一定要怎么样？是不是好？它的回报跟它这个后来出现另外的英文回有点不一样啦。好，那保险公司是不是需要怎么样呢？是不是需要charge 更多的收入呢，来补偿回来呢？其实不一定，为什么？因为今天受到损害比较高，花更多钱修理，但不代表说它常常会怎么样，常常会车祸，所以呢，你也忘了考虑到什么事故率的概念，OK 哦，好，所以就是你看，就是把那个概念补起来，好，然后像现在这个题目怎么样呢？那我们直接看中文好了哈，然后这个档案等一下我们会放到什么？我们会放到就是好部落格以及 A2Gmail 社团上，让大家去对照，让大家去练习，OK 哦。我班列车 A 到 CD 是不停站特急列车，好，但接下来会换怎么样？会换停站比较多的线路，停站增加载客人变多，但是收入不会增加。请注意，收入等于什么？收入 revenue 等于卖出去的东西，在这个题目里面就是什么？就是卖出去的票，搭乘的乘客一个人一张票这样子，以及什么票价，两个东西乘上来共同决定。所以今天怎么样呢？收入等于票数乘上票价。那今天票数题目里面讲到变多了，所以你要怎么样去加强说收入不会增加？你就要告诉大家说什么？票价怎么样呢？票价不会上涨，有可能还会往下降这样子。OK 哦，好，所以你看答案是什么？The fare for local trip from Main Street is less than the fare trip from Metroville to Crosstown。OK 哦，好，所以怎么样？载客人变多，但是票价下降，所以当然收入不会增加。OK 哦，好，然后最后的最后，我们来看这两题。OK 哦，好，来不是不好意思，是接下来好还有一个这三题。OK 哦，好，来这三题它是目前基金不是就是题库的回报没有出现答案的。OK，好，没有人回报答案，但是其实你看哦，我们现在来看，好花1分半的时间。好，那你看完之后，你帮我打一个6666666，你打几个六都可以，OK，好不好？好，你看完之后帮我打6就可以了。好，打很多6也没有关系。好，这三题把它全部看完。
OK，来我们来看哦。好，最后我们就用这三个来看大家有没有了解，我想做个完美的 ending。OK 哦，好，来这个地方啊，就是好，第一个收入比之前更好，当然看到收入我们就立刻想要立刻反应怎么样的，收入等于什么？等于今天你的卖出去的东西乘上每个的价钱，但观众却变少，所以卖出去的东西它告诉你变少了。但你今天注意哦，好，你是要去解释哦，所以只有一个情况就是什么？虽然人变少，可是每个人都付超高价，OK 哦，所以这个题目虽然答案没有出来，但答案已经可以确定就是什么？你的票价变超高，OK 哦，好，然后再来像这个地方，好，一般来说，一个地区居住人口变多，房屋需求变高，房价就会上涨。今天人口变多，利润一定会变高吗？OK 哦，那有没有可能是什么？有两个方向，第一个，你今天居住的人口变多，OK，房价好，需求变高，房价上涨，好，但是有没有可能怎么样呢？房价是什么？房子卖出去的什么样收入嘛？但今天利润跟什么决定？支出决定。所以有没有可能怎么样呢？今天盖房子需要用的建材、需要用的人力，好，需要的成本变更贵了，对吧？OK 哦，好，然后再第三个，好，新厂房，哎，盖新厂房是为了去找煤矿。那虽然因为地处偏远，成品运输需要耗费大量成本，你做出来的东西要运到市场上很远，但是仍然认为新厂房会盈利。我们看到，尽管有大量成本，但是还是会盈利。那我们就要想一件事情，成本跟什么有关系？成本不是盈利跟什么关系？收入减掉支出。而今天当收入减掉支出的时候呢，请问你一件事情啊，请问你收入减掉支出，他今天题目里面跟你讲说成本会增加，那有没有可能另外一部分成本减少？有没有可能怎么样呢？收入怎么样也会同时增加，对吧？如果收入增加，成本也增加的话，搞不好还会赚钱哦，就搞不好还会打平。那如果今天收入怎么样呢？今天收入虽然不动，虽然今天成品运输的成本高，但是如果怎么样呢？我们省下来的成本可以 cover 这个增高成本，是不是也可以盈利，对吧？OK 哦，也可以更加盈利。好，所以呢，这个题目答案就是两个方向，第一个对吧？有额外收入，第二个额外减少更多的其他成本。OK，好，那今天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座的最后一个投影片了。OK，好，那接下来大家如果就是有任何问题的话，对不对？请都回在 A2GMAT 社团，OK 哦。好，请都回在 A2GMAT 社团的那个直播分享的那篇文章下面，好不好？OK 哦。如果你有任何问题，都回在那个直播的文章下面。然后呢，好，我们就是在 A2GMAT 社团上面也会放上这个投影片的档案，让大家去做练习跟对照。OK，那如果你有发现有更多类似的题目的话，你也可以 PO 出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我们来一起来进步。OK 哦。好，然后呢，像部落格上面我们会放上这个影片。好，那基本上就是接下来就是我还会再继续分享关于 CR、关于 RC、关于 SC 的各种概念。好，所以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那希望大家能够在练习的时候把握这个考点，好，能够解决怎么样呢？解决更多的 CRT。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就是 Dustin CR 公开课。OK，好，那谢谢大家参与，再见。